温宁，结婚纪念日你开庭，我的生日你在办案，家宴你在律所忙卷宗，除了案子，你心里还有这个家，还有我吗？有。你根本没有。从前爱你入骨，如今恨之彻骨。我们离婚。恨我罢了，想把他留在身边，不过是互相折磨。好，如你所愿。真离婚了？你居然半点犹豫都没有！这给我干哪儿了？朕戎马一生，手段苦劣，到头来却只有一个软弱无用的皇子托付江山。秦风，不许哭！朕驾崩后，你即刻继位，为大燕新帝。不啊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先帝驾崩，新帝登基。我竟穿越了，成了大燕新帝秦风。我居然穿越成了镇国大将军之女温宁。奉天承运，先帝遗诏，镇国大将军之女温宁品性端良，赐婚新帝秦风，册立中宫皇后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朕兵怒，她是穿越而来的温宁，想让我和她再结婚，做梦。有办法了，我现在是皇帝，执掌生杀大权。来人，赐温宁死！秦风竟要赐死我！陛下，温宁是镇国大将军独女，镇国大将军手握大燕所有军队，您若赐死温宁，必起兵谋反，您将失皇位呀！失去皇位，我肯定得死。陛下迎娶温宁，便可接掌30万大军，兵权归朝，皇位安。我去！请钦天监科吉日定婚期。陛下，臣勘算历书，3月暮春为大吉之日，适宜帝后完婚。3月时间足够我想出法子解除婚约，不再与他续姻缘。北地使臣觐见。北狄使臣呼延涛拜见大燕陛下。年里奉吾皇圣命，来向大燕镇国大将军独女温宁提亲。吾皇欲娶温小姐为北狄王后，还请大燕陛下御承此事。秦风一心想摆脱我，北狄求亲，他定会顺势应允。去北狄也好，以我能力，何处不能安身立命？送温宁去北狄和亲，北狄再利用温宁拿捏温将军，朕的皇位还能稳当吗？北狄请求，朕拒绝。大燕陛下，不妨听听吾皇的和亲条件，说来听听。大燕陛下，您若同意温小姐和亲，嫁与吾北狄皇帝为后，北狄愿和大燕签下10年不犯边境之约，并拿出3座边境城池和100万黄金珠宝，以及1万后牛马骆驼作为聘礼。10年不犯边境条约，这若是签了，可保大燕边境10年安当。3座边境城池并入大燕，疆域扩征，边防压力骤减，国力将更上一层楼。北狄竟然愿意出这么大的代价，
求娶我？温小姐将门贵女，才皇冠绝大颜，北狄举国皆知。自然，温小姐出身高贵，才华更是出众，我北狄全域臣民皆有所耳闻。您3岁出口成诗，7岁落笔成章，9岁之后接连文战大研文坛泰斗，至今无一败绩。您若入北狄，必能令北狄文风兴起。大鹏一日红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神童，真乃神童！诸位大人饱读诗书，却不知治国之道在乎民心，而非空谈义理。才华横溢的是原主，我只会打官司和打架。还请大颜陛下应允温小姐和亲。北狄诚意十足，筹码厚重，陛下必会成全，并且趁机收回我的军权。温宁丝毫不懂文学，入北狄必被拆穿身份，一旦遇害，温将军必定起兵谋反，朝堂大乱，应允不了。吾皇这般诚意，大颜陛下还拒绝，莫非是想开战？北狄雄兵100万，大颜不过区30余万大军，开战必输。战输后，温宁定还要和亲，而大颜则还要赔款，甚至割地。陛下，社稷为重，恳请陛下与温小姐和亲。请陛下应允和亲。大事难挡，陛下绝对会应允。可怜我儿。爹先别跪，陛下未必同意。你莫安慰我，宰相及其门生贵情，陛下不可能不同意。朕不同意。朕重申，还有尔等，逼朕娶妻，逼朕和亲，事事掣肘，到底朕是皇帝，还是你们是？臣等不敢。和亲之事，休要再谈。不和亲，那便开战。使者且慢，您先去驿站休息，我等定劝陛下同意温宁和亲。秦风最厌被威胁，这群人越是紧逼，他越不会妥协。不过我也不想去北狄和亲。满朝文武接连上折，逼我送你去北狄和亲，你为何半点不急？难道你想去北狄，嫁给那个59岁的北狄老皇帝？不想，但你刚穿越来就下旨赐死我。秦风，上辈子你一心要离婚，这辈子你刚穿越成皇帝就要赐我死，一心想要和我分开，如今却不同意我和亲北狄，是忌惮我爹手里的30万大军军权？你担心我和亲后在北狄出事，我爹会造反，对吗？难道没这个可能吗？有，所以为了我不和亲，你必须出力。我怎么出力？北狄皇帝求娶我，说是看中我的才华，想利用我兴盛北狄文风。才华横溢的是原主，不是穿越而来的你。你连唐诗宋词都背不全，去北狄当天就会被拆穿。以北狄人的凶残，绝对会杀了你。到时候你爹能不发疯？所以，怎么才能让你不去北狄和亲？文战，且赢。哈哈，你想和北狄打文战？这段文案我写不出来，秦风，过来帮我写一段宣传文稿。上辈子你连30字的宣传文稿都写不出来，还要我代笔？文战，你拿什么赢？你，我。风吹落叶飘，祥云正呼啸，四龙举奔逃，万里难消。温小姐要开启文战。没错，以文对战，5局3胜者赢。北狄赢，我自愿和亲，竭尽全力辅佐北狄皇帝开创文昌盛世。若北狄输了，和亲之事从此不再提，如何？此法甚好，以我女儿的才华，必定无疑，不必和亲了。温小姐，此战吾等应不了。当今之事，有谁敢与您对战文才？
若朕替温宁出战，北狄可敢应战？陛下出战文笔。陛下至今连《论语》都没有学全，字写的比鸟啄的还差，不细看都认不出来什么字。他出战，那岂不是？大炎皇帝是众所周知不学无术的废物，若非大炎先帝只有他一个子嗣，皇位绝对轮不到他。他出战，我方必赢。大炎陛下有意，外战岂敢不应？此战北狄应了。不过朕作为九五之尊，出战文笔，不能白白比试，必须有彩。陛下想要什么彩头？温战若朕赢了，你们北狄割让3座边城给大炎。朕若败，亲自送温宁入北狄和亲，再加3座大炎边城作为陪嫁。陛下万万不可啊！陛下疯了吗？与北狄文战，居然拿出大炎3座边境城池做彩头。陛下，城池乃先祖浴血奋战打下来的疆域，万万不可送出啊！太傅，怎么叫送？朕输了，这3座城池才归北狄。朕赢了，北狄要给朕3座城池。觉儿什么来着？有朋自远方，方后是何惧？太傅，我忘了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太傅，下一句是何？陛下2岁蒙学，由臣教导，至今20年，连蒙学期的《论语》都没背下来，胸无点墨，根本不可能赢。原主是个废物，我可不是。朕意已决，呼延使臣，可敢应约？以大炎陛下的废物程度，我北狄随便出几个人都必应，等于我不费吹灰之力便替吾皇拿下3座城池。外臣应了。北狄的3座专城归我了。3位先生一来，此番与大炎文战，北狄必赢无疑。大炎陛下，文战第1局比对对子，此乃我北狄文坛泰斗拓跋野，由他跟您比试。此人乃是北狄第1文人，确实深不可测。古代书籍有限，再深不可测，也比不过秦风在现代涉猎的海量知识。陛下学识浅薄，疏于文修，与拓跋野比文，必输无疑。拓跋先生，请出题。烟随流水去，山河入眼睛。此联情景相融，虚实相生，字字留白，暗藏乾坤，绝妙！陛下绝对对不出来。大炎3座城池要易主，老臣愧对先帝所托啊！陛下一输，温小姐也要和亲。我今晚就安排女儿走。我可以为国尽忠，死而后已，但我女儿绝不能成为牺牲品。心随天地阔，万里长青萍。陛下竟然对出了北狄出的绝妙对子。区区对子，于秦风而言，不过是信手拈来。拓跋先生，且听朕的题。以大炎陛下的浅薄学识，绝无可能出什么难题。陛下出的题，
定是3岁小儿都能答上来的简单题目。秀览风云色，一身清苦镇九州。此连对仗无瑕，意境通天，藏天地山河之韵。顶级家队，不，这是千古绝对。我对不出来。陛下，竟能出让北狄文坛泰斗对不出来的绝对。北狄使臣们，文战第1局对对子，朕赢了。大言陛下深藏不露，佩服。好说。第2局比什么？第2局以16花为题，作诗。作诗是秦风的日常游戏之一，这局对他来说太简单了。此乃我北狄诗仙贺连渊，由他与你比诗。诗仙，北狄竟然如此重视此次文战，诗仙都请出山了。这局陛下输定了。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今日文战过后，这北狄诗颠的名号，怕是要易主了。温小姐做的诗，若能让在下佩服，在下愿把诗仙之名让给温小姐。并非我，这诗仙之名，当归我大言陛下。不可能，陛下连诗都不会做，怎么可能当得了诗仙？作诗对秦月来说，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不值一提。青红坠叶绿参差，灼灼芳姿映玉瓷。不与群花争烂漫，自携风骨振春池。此诗不媚春风，独守风骨，字句清雅，意境超然。先生不愧是我北狄诗仙。些许风骨不足为道，秦风的诗才远超此等水准。陛下绝对做不出比这更好的诗，只盼陛下能写一首完整的诗，不要太丢脸。一树洞霞映帝香，朱缨落落自轩昂。纵然百草争春色，我赞燃红万里江。此诗义咏山河，气魄盖世。这般千古绝诗，当真是陛下写的诗？不然是你写的。臣不敢。赫连先生，觉得陛下这首诗如何？此诗格局山河尽纳，意境超凡绝尘。我不如诗仙之名，当归大言陛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文战第2局，朕赢了。好，连赢2局，陛下好才华。沈相潜伏大燕朝堂20年，身为北狄暗谍，身居高位，最是了解大燕陛下。告诉我，第3局该出何等题目，方能让他必输无实？呼延大人，这位是我爱女沈若雪。大人，我自幼常出入宫廷，最是清楚秦风最不擅长什么。
什么？作画。大言陛下，这位是吾北狄画圣慕容翰，文战第3局由他和您比作画。恭喜秦风秦大师获得本届山水画1等奖！恭喜秦大师成为本届国际油画唯一优胜者！恭喜秦大师的宫水画获得所有人认可，成为本届赛事第1名。金风精通几十种绘画，拿奖无数，这局稳赢。完了，陛下连作画握笔之法都未曾掌握，画技尚不如常人，怎敌得过北狄画圣？此画远山含黛，近水含烟，笔法匠肉神，不愧是北狄第1画圣的手笔，实乃旷世丹青佳作。这幅画算上乘之作，气韵尚可，但比起秦风的丹青造诣，差了不止1个档次。只盼陛下能画出一幅算是画的图，莫要太难看。不可能，陛下从8岁学画至今，都未画出一幅完整的画。陛下画的这幅画，笔墨浑然天成，山石棱角自带巍峨峰谷，烟云流转，灵动飘逸，宛若真山河铺展眼前。一草木皆有姿，一山一水皆有韵，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。笔墨藏乾坤，画卷容天地，这堪称千古绝笔。这么说，慕容先生承认你的丹霞造诣不及朕？大言陛下，您的丹霞造诣在下不及。自此，世间再无北狄画圣。此番文战，陛下连赢3局，我女儿不用嫁北狄了。北狄使臣和亲作废。北狄使臣，北狄3座边境城池何时交与朕？2国城池交割事关重大，容外臣禀报吾皇。3座城池，秦风一介弱国小儿也敢肖降？君上是不想割让城池。吾皇，此番文战立约公开，诸国皆知，直接毁约，有损我北狄霸主信义，万万不可行。丞相可有办法不损北狄威信，也不割让城池？吾皇，您答应文战的目的是求取温宁，君上不妨重提此事，再出100万黄金，以武决战。大言重文抑武，历代武战从未赢过，北狄赢了武战，便既不必割让城池，还能以武勇震慑诸国。必输的事，秦风未必肯应，除非寡人抛出他无法拒绝的重磅筹码。大言陛下，吾皇愿再出100万黄金，2座边境城池，沿用文战条约，以武战办。双方各派5名武者，进行击剑、拳术、武术、枪术、马术对战，3胜者赢。不知您可感应？朕有何不敢？陛下，大言武艺高手，可跟北狄对战，万万不可答应啊！离朕远点！谁说没有可对战之人？温宁不就是？
本届国际击剑大赛冠军温宁。本届国际拳术擂台赛总冠军温宁。本次全品类格斗赛事胜者温宁。温宁的击剑术、拳术、格斗术登峰造极，北狄武者绝非对手。听闻温小姐自幼文弱，从小连个茶壶都没拿过。您要让温小姐出战比我？陛下，温小姐自幼体弱，走几步都会气力不济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让她代表大言出战武斗，这不用打，对方武者吹口气，咱都输了。体弱的是原主，现在的温宁武力值之高，足以碾压北狄武夫。温宁，你说呢？这用问，温小姐肯定拒绝。我愿出战比武，但北狄使者，我有一个条件。温小姐什么条件5场，接我出战。对，5场都要温宁出战。你们北狄若同意，朕便答应本次5战。以大言武者的水平，上场必输，全让温宁上场必赢。此事，外臣需禀告吾皇。哼，大言皇帝疯了吗？温宁一个柔弱女子出战必输，白送寡人5座边境城池，寡人同意。大言陛下，这位是剑圣莫离风先生，今日5战本场，由莫先生出战。剑圣出神入化，一柄长剑横扫无数高手，从无败绩，堪称天下第一。北狄竟然让剑圣跟温小姐打，到底是看得起温小姐，还是……可能是走过场吧，毕竟温小姐连武功都不会。是啊，出招吧，3招结束。不必3招，你连我1招都挡不住。温小姐，你竟然能挡住老夫1招！普天之下，能挡剑圣1招者不出10人。温小姐这是……可能是剑圣让着温小姐，不想让温小姐输得太难看。你们懂什么？区区剑圣，根本不是温宁对手。陛下，你说反了吧？该是温小姐不敌剑圣才对。我在做梦吗？竟看到方才温小姐击退的当世剑道第1人的剑圣。哎呦，疼吗？疼，不是做梦。2招已过。你不会想说第3招1招击败老夫吧？老夫承认你剑术有几分厉害，但想1招败老夫绝无可能。陛下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定是出现幻觉了。
素来出现文弱的温小姐，竟击败了纵横江湖20年未尝一败的北狄剑圣，这怎么可能？5战第1场，温宁赢，剑圣败。温小姐也藏得好深，不仅文才天下第一，剑术更是登峰造极，无人能及。过奖。第2场比什么？温小姐，老子乃北狄拳王巴图列，5战第2场，老子来会会你。当世拳法第1人，一拳可碎山石，徒手能战铁骑，近身搏拳，冠绝天下，无人能挡其锋芒。温小姐身子柔弱，气力微薄，对战巴图列毫无胜算，用剑不可称几招。温宁才不需要以剑对拳，仅用拳，他亦必赢无疑。温小姐竟然扔掉了剑，这是不打就认输了吗？一招定胜负吧。温小姐定是觉得在巴图列的蛮拳之下一招都撑不了，自知不敌，干脆放弃缠斗。哈哈，好，我会收着点气力，不会让你伤得太重。你还是全力以赴吧，否则我怕你会伤得太重。胡说八道，看拳！温小姐竟然挡住了巴图列的拳头。温宁不只能挡住，还能轻松赢巴图列。不可能！巴图列可是拳法天下第一的拳王，拳劲入骨，当时难逢敌手。温小姐从未锻炼过身骨，怎么可能赢？怎么可能？温小姐竟然一拳打飞了拳王，温小姐可是连一盆清水都端不稳。第2场，我胜。温宁的拳法造诣竟然这么高，但是第3场，他绝无可能赢。贺兰哥，北狄武道宗师。贺兰哥精通各类武学套路，近身搏杀，曾在战场以1敌1000不落败。放眼天下，无人能敌。温小姐连胜2大绝顶高手，已是逆天奇迹，足以惊艳天下。第3场对上贺兰哥这般神人，纵使败北，虽败犹荣。这群人，我等着看你们如何被狠狠打脸。区贺兰哥，根本赢不了温宁。陛下，贺兰哥是天下唯一的武道宗师，战力通玄，温小姐对上他，断然没有胜算。请。此人气性凝实，周身毫无破绽，必须打乱其章法，撕开防御才能取胜。前2场温小姐皆是沉稳静待对手，后发制人，一招克敌。此番抢先出手，定是没把握赢贺兰哥，只能主动强攻，博一线生机。上辈子温宁在格斗赛事上所向披靡，区贺兰贺怎么可能是温宁的对手？温小姐落到下风，此番怕是要败了。贺兰仪多挪半步，破绽已露，就在此刻。
是突破武道境以来纵横天下，从无败绩，怎么会落败？贺兰哥以前从无败绩，那是他没有遇到温宁。秦风的语气里居然有骄傲之意，定是我听错了。秦风怎么可能以我为荣？看来你们北狄无一人能敌温宁。大燕皇帝，你休要狂妄！呼延使臣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一介外臣使者，敢对朕不敬，不想要脑袋了吗？外臣不敢。温宁已赢3场，按武战约定，你们北狄当奉上黄金100万两，编成5座。大燕立国至今，从未在武斗中赢过北狄。今天，素来以文采出名的温小姐，竟然赢了北狄3大绝顶武学高手。哈哈，老夫肯定是在做梦。何人砸老夫？朕砸的，疼吗？疼，不是做梦！哈哈哈哈！我大燕竟然在武斗中赢了北狄！哈哈哈！老家伙声音真大。呼延使臣，5座边城朕已选好，你速回北狄禀北狄皇帝，按约交割，切莫食言。丞相，你可有良策，免去割城赔夫之辱？吾皇，北狄文武双战尽败，5城割让之约天下皆知。若想免除此辱，唯有毁约出兵，以大军威势逼迫大燕契约。报！北狄50万大军压境，拓跋烈个老匹夫，竟然食言，还要开战！北狄皇帝2次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且野心勃勃。若不除北狄，大燕永无宁日。北夷皇帝差人送来一封信。大燕皇帝，若不想两国兵戎相见，即刻将温宁全家送至北狄，再割让3座边城，否则北狄铁骑将踏遍大燕每一寸土地。开战就开战！陛下，战火一起，千里无惊，白骨露于野，天下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。臣等恳请陛下送温宁姑娘入北狄和亲，止息战火。请陛下以江山百姓为重，送温宁和亲北狄。这群人空居朝堂高位，却毫无风鬼气节，御敌畏缩，真是懦弱又可悲。虽不愿温小姐和亲北狄，但这却是眼下唯一避免和北狄打仗的办法。陛下素来心软，断不忍看黎民百姓遭此战火劫难，必会同意。朕不送。口口声声为了黎民百姓，不过是你们贪生怕死的借口。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狗恩，你们倒是心安理得。陛下说的太好了，凭什么拿我女儿一辈子的幸福换你们的狗恩？不送温宁和亲，难道要开战？那就开战！陛下疯了！陛下万万不可！北狄铁骑战力无双，我朝无大将可抗衡，开战必败无疑。谁说我朝无人能赢北狄？臣女请命为将，率军出征，击退北狄。女儿，你疯了！军队你都没见过，怎么能请命带兵打仗？上辈子温宁18岁入伍，28岁退役，10年军旅生涯，身经百战，各种战术烂熟于心。对付北狄，那叫降维打击。闺女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随时可能丧命。你速跟陛下说，你是开玩笑，并非真要带兵打仗。爹，
我是认真的。温小姐勇气可嘉，但战事绝非儿戏。陛下不会纵容女子胡闹领兵。也对，陛下定不会同意。我同意。拟旨，封温宁为镇国大将军，统领边境10万大军，出征边疆，击退北狄。寡人没听清，你们报啥？大炎皇帝让温宁那个小丫头领兵作战。回吾皇，消息再三核审属实，温宁已赶赴大雁边称，整备备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笑至极。他不会以为寡人对温宁情深深重，温宁往城头一站，寡人就会放弃5座边城的利益吧？哈哈哈哈！秦风小儿未免太天真。吾皇，臣揣测，这或许是大炎变相将温宁拱手送入北狄的手段。秦风小儿让温宁去边城，既然是想将温宁送与寡人，那寡人就收下了。哈哈哈！赫连赤豹，臣在。寡人封你为征南大将军，从50万边军中选出10万精锐，破大雁边城，一举打下大雁。大雁疆土和才女温宁，寡人都要了。是。全军冲锋，守破城门者赏黄金1000两，连升5级。温将军，北狄此次由名将赫连赤豹他手下尽是精锐，身经百战，悍不畏死。以我军兵力，最多可守3天。用不了3天。是啊，赫连赤豹全力带兵冲城，或许2天就能破城。半天必退10万北狄大军。这不可能，温将军莫要开玩笑了。大雁真是黔驴技穷，扔些小东西也想打我精锐铁骑。区区燃火小部队，竟能秒杀重甲精锐！继续投！想撤？韩景远，你在此地指挥继续投火药油弹，能杀一个敌人是一个。是。方武成，你立即点50名擅长单杀将士，随我出城，取赫连赤豹人头。是。陛下，昨日边关急报。说进攻边城的是名将赫连赤豹，此人身经百战，战无不克。温宁对上赫连赤豹，绝对守不住边城。还请陛下另派将领。沈宰相，你不知道临阵换将是大忌。是臣失言。赫连赤豹出手，说不定此时边城已破。眼下不若想想如何割地议和，保住内土吧。沈宰相不会是北狄内应吧？怎么竟撺掇朕把祖宗基业拱手送给北狄？朕以为温宁打赢那什么赫连赤豹，绝无问题。这绝无可能。温宁，莫说打赢赫连赤豹，怕是守不住边城1天。报！大捷！
温将军击退北狄大军，守住边城。林将军，你方才报说，温宁击败北狄大军，守住了边城。是，温宁温将军大破北狄大军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派胡言！林飞宇，陛下面前你敢谎报军情？赫连赤豹乃是百战名将，先后踏平周边8国叛乱，从未一败。温宁一介闺阁女子，长军不过几日，怎么可能击败赫连赤豹？赫连赤豹的人头，本将砍的，这足以证明本将大败北狄大军了吧？朕就知道，温将军出马，区区赫连赤豹，翻手之间便能覆灭。好久没见他这般高兴。上辈子，不知从何时起，秦风不是愤怒，就是沉着脸生闷气。我都快忘记他笑起来的样子像是在发光一样。温宁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没回来的时候，这群大臣各种逼迫朕把你撤回来，说你会输。哼，你可是温宁，怎么可能输？陛下，沈宰相，温宁已赢守关之战，赫连赤豹的人头都带回来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此番大败北狄，可趁机与北狄签下10年不犯边境之约。以北狄出尔反尔的做派，所谓盟约，不过是一纸空文。纵然签下，他们也不会信守。温宁，你是想继续进攻，把北狄疆域纳入大燕版图？陛下莫要玩笑。北狄称霸100年，国力强齐，温小姐能击败赫连赤豹，守住边城，是巧天之幸。想覆灭北狄，根本不可能。温小姐定不会有这等不自量力的念头。我女儿素来心性平和，不喜纷争，断然不会主动挑起战火。我却想灭北狄。你们能有我了解温宁？陛下，便是温姑娘有此壮志，但大燕却不能继续征战，非是微臣胆小，而是什么？陛下，国库空虚，户部余粮只够供大军3月，绝对无法支撑跟北狄的长久战争。还望陛下三思，莫要冲动。朕不冲动。陛下还是顾全大局的，看来是不会发动对北狄战争了。3个月的粮草，足够温宁用到拿下北狄。拟旨，封温宁为大燕兵马元帅，统领大燕所有军队，全权处置北狄战事。完了，主动出击，大燕怎么可能赢？从大燕边城到北狄国都3400公里，出发前备足火药，一路炸过去，不出2个月就能拿下整个北狄，朕就是天下霸主。从此你再没后患之忧，是不是就会赐死？温宁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卸磨杀驴的无能昏君是吗？替我守住边城，击退北狄，开疆拓土，我就只会忘恩负义、屠死狗旁吗？权谋上你不会，但是你想彻底和我分开，为此不惜杀我。我没有。赐温宁死。那时候咱们刚离婚，惨死穿越到这里，我满脑子都是不能和你再结婚，一时脑超，所以现在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了。现在的我越发理解上世帮主的温宁，并非故意冷落我。秦风说的是真心话，他眼里对我毫无怨气。对不起，温宁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不原谅。继续说征伐北狄的事。
你放心，北狄灭了，我绝对不会卸磨杀驴。等你凯旋归来，我们就成亲。你成了皇后，我想动你也动不了。我要用灭北狄之功换婚约解除。温宁不想和我成亲，我应该高兴，但心里却有些刺痛。温宁，我们能不能不解除婚约？不能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关系。我明日出发，1个月内拿下北狄。好。陛下，边城传报，温宁只带3000人，便袭击北狄北营30万大军，简直胡闹！你说温宁胡闹，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革去温宁兵权，召回皇城，治温宁冒进之罪。若温宁以3000兵甲打败北狄30万大军呢？这绝无可能。说不定他已死在北狄大营里。沈宰相，我不仅打败了北狄30万大军，温宁，你安敢胡说八道？你才去边框半月，怎么可能这么快打赢北狄？我还俘虏了北狄皇室。北狄君上，朱娘娘，朱公主，朱皇子。沈宰相对北狄皇室倒是钦佩。是。回陛下，属下只是略有了解。温将军攻破北狄皇城，俘虏北狄皇室，当真实力卓强，不负盛望。臣由衷敬佩温将军之才。这老家伙，刚还让朕问罪温宁，转眼就跪场征服。沈宰相谬赞了。陛下，温将军盖世之功，应当重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沈宰相说的对，温宁，你想要何奖赏尽管提。凡你所要，朕无不应允。灭北狄之功，足以让温家3代无忧。温将军定会为家族求恩典。温将军嫁给陛下为后，温家世代无忧。温将军定会请旨尽快完婚。陛下，臣用灭北狄之功，换与陛下解除婚约。温将军疯了！有了这灭狄之功，他的皇后之位便稳如提山，无人能撼，破天富贵。可他却……陛下本就不愿迎娶温将军，现下温将军以旷世大功求情解婚，朝堂上下无可指之，陛下必会应允。朕不允！温宁，你灭北狄功劳甚大，凭功请赏可以，解除婚约绝无可能。以前是我错的离谱，现在我才发现心里除你之外根本装不下其他人，我不可能放手你。秦风素来内狠好胜，朝堂之上紧闭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罢了，解除婚约之时，日后再选机会。那便请陛下对法北边军论功行赏。因擢升郎将韩靖远为2品靖图将军，赏赐黄金1000两。我升2品将军了，2品。擢升偏将方武成为3品骁勇将军，赏赐黄金1000两。我从6品偏将直接升到3品。凡出征5000士卒，按功擢升，赐赏金银，以酬将士浴血之功。
钦此！老子打一辈子仗，头一次见这么多赏赐，多亏了温将军带我们踏平北敌，才有如此厚赏。温将军，您的赏赐呢？我的功赏得由陛下定夺。温宁，你当真只要解除婚约？秦风，我只要解除婚约，从此旧事清零，各自安好。温宁不爱我，而且温宁是翱翔天空的凤凰，也不该困于后宫。可是我一想到从此和他彻底撇清关系，心里就痛，但又没有理由挽留。陛下，不好了，江南发大水了！温宁，江南水患危急，先处理，解除婚约之事稍后再议。陛下，江南漕河连日暴雨暴涨，冲破两岸堤坝，沿江6郡尽数受灾，损毁良田逾20万顷，流离受灾百姓超30余镇。即刻调拨国库钱粮，安置灾民。哪位爱卿愿去赈灾？赈灾乃是实打实的济世功绩，还能积攒民望口碑，众臣定会踊跃请力。赈灾差事最是棘手，立功难如登天，获罪轻而易举，稍有差池便会落得罪责缠身，没人愿意去。臣愿前往江南赈灾。我灭北敌树敌无数，将来和秦风解除婚约后，这些人定会报复我和温家，不如躬身赈灾，积攒名望，以民心为盾，护我与温家周全。女儿，江南水患凶险万分，灾后瘟疫肆虐，流民暴乱频发，远比战场厮杀凶险。赈灾之事，还是交由文官妥当。女儿已有应对之家，此行绝非贸然复行。陛下，温将军文武双全，区区赈灾安民之事，定能轻易处理。臣恳请陛下准温将军前往江南赈灾。赈灾风险极大，百官无人可见，温宁自愿去，正好省去了诸多麻烦。陛下也定会同意。温宁去了江南，我还怎么选情挽回我们的婚约？朕不同意。沈宰相身为百官之首，赈灾重任应由你前去。我赈灾是我获取名望、保全自身和温家的机会，沈在是休想接走。陛下得知，臣最熟识各种安民防疫、救灾维稳之法，江南赈灾的差事，臣最合适。陛下素来忌惮温家兵权，绝不会让温宁前往江南赈灾，插手地方政权。好，温宁，你想去江南赈灾，朕同意。遵旨。老弱难支，稚子啼哭，满目疮痍。走，尽快进铜山城，让官府开仓放粮，赈济百姓。是，江南最是富庶，向来鱼米丰饶，只要及时开仓，定能救下万千灾民。温大人，江南府城、各州城、各县城粮仓的粮食已全部施济百姓，一粒也无。大人，城内大小粮铺的粮食已经全部卖完。大人，江南无粮，这还怎么赈灾济民？谁说无粮？陛下怎么来了？来帮你尽快解决赈灾之事。来看看江南情况。没想到，查到江南招县各级官吏沆瀣一气，贪墨公粮数千万等，这是账本。那就让他们全部吐出来。多亏抚州大人运筹帷幄，我辈同僚才有酒肉饱腹，余粮存府，家眷皆能安稳富足。不过大人，听闻朝廷派了战神温将军来赈灾，如今城中无粮可赈，他会不会追查到我等身上？温将军打仗是一把好手，但年龄不过16，毫无官场经验。
江南局势盘根错节，他连门路都摸不到，岂能查到我等头上？是吗？一桌珍馐，万般奢靡，陆知府窦同盘，还有诸位大人，你们可知，外面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忍饥挨饿，无以为生。温将军，百姓疾苦，本官也心痛；然水患天灾，本官也无能为力。温将军，这10箱150万两黄金，孝敬您。150万黄金。对1500万两白银，江南果然富庶，朝廷国库才3000万两白银，你们一见面就送我1500万两白银。些许薄敬，只求将军遮掩今日宴聚，上报灾情之时，笔下留情。如此重金，温宁绝对心动。你觉得我缺钱？温将军来此是为了赈灾。明白。这是50万斗提粮单，大人凭借此单，汉人可从城外千粮山庄提出50万斗粮食，足以应付本次赈灾，给朝廷和江南百姓一个交代。陆大人真是识时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想必阁下是温将军的得力麾下，本官另给阁下备了一份厚礼，阁下稍后再奏。若江南没死那么多百姓，我还真是不忍心杀你这样识时务的人，可惜。什么意思？陆敬、窦明及江南州各级官员贪污受贿、私囤灾粮，致数万百姓惨死荒野，罪当斩！你敢！林飞宇，你立即调遣军队前往提粮单上的地址，把所有粮食全部搬回来，分发给灾民。是。温宁，山河与苍生，你我皆同心，你做皇后再合适不过。没兴趣。是没兴趣，还是心里没有我？陛下，依奴才看，温将军心里是有您的，不过温将军金冷内敛，不善表达罢了。金冷内敛，这评价倒是恰如其分。温宁，等等朕！我听说昨夜里，江南府所有的州官和县官都被钦差杀了。胡说八道！江南府的官员们又未谋反，钦差不可能杀他们。你们快看，那不是陆知府窦同盘他们的尸体吗？这些贪官还真被杀了。听说是因为他们贪没了该发给咱们的赈灾粮食，被钦差斩了。这你就纯属做梦了，定是因为陆知府得罪了钦差才被杀。陆敬、窦明及江南府各级官员欺压百姓，贪没赈灾粮食，证据确凿，已被本钦差斩杀。本钦差从陆敬等官员府邸搜出粮食1000万担，数千万吨粮食！钦差不可能把这些粮食都给我们。自即日起，江南府各州城、县城、乡镇开始按人头分发赈灾粮，直发到开春。草民饿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吃上饭了，多谢钦差！多谢钦差！温家本就掌管大燕军队。温小姐不仅才华无双，武力天下第一，还灭了北狄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如今又在民间积累如此高的声名，若是造反，那简直轻而易举。温宁不会造反，回京。若雪，北狄被灭，为父依靠北狄得享荣华富贵的计划彻底破灭。为父欲送你进宫为妃，笼络帝心，保沈家权位富贵，你可愿意？女儿只做皇后，皇后只能温宁做。若温宁死了呢？重宫之位必归你，但温宁武功天下第一，杀他难如登天。女儿有法子。什么法子？
爹，这块布上的血是11病人死前吐的血。染上11，十死无生。玉环，你快把这东西拿远点儿！将军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温宁接触到10亿之血，必得10亿。他死了，皇后之位就是我的了。是吗？温宁，10亿之血，什么意思？这些全是得疫病的贱民，10亿之血就是他们死前咳的血。这么多百姓病成这样，没人管吗？温将军真是悲天悯人，可是10亿无药可救，谁能管？区区季节性疫病，谁说无药可救？你一个才女将军，不会想说你能治10亿吧？滑稽！滑稽无知的是你，我自然能治。飞羽，我写个方子，你拿到太医院，让太医按方抓药，熬好端过来。大人，这药当真能治10亿？老张，我这药确能治10亿。不可能，10亿乃是天灾绝症，1000年以来无人能治。疫病绝非天罚，无解只因人愚。你说我愚昧？沈小姐，休得放肆！温将军乃一品元帅，你一介白身五品无阶无诏领，胆敢手指将军以下犯上？不敢！元帅，竟然是一品元帅大人！元帅的药肯定有用。温将军这药别治不好人，反而药死了人。这药入口见效。老张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不可能，世上最好的缓解10亿病情的药也不会这么快见效。我不冒汗了，身上也没那么疼了，我好多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喝完药就不咳嗽了，我感觉身上有力气了，不虚弱了。多谢温将军救命之恩。爹，温宁既然连疫病都能治好，不能留他了。爹，你有办法对付他吗？办法倒真有一个。大师国来大言纳贡了，但这跟对付温宁有什么关系？哼，若是温宁在接待大师国使臣之事上致使大言利益受损，那必受严惩。阿拔斯使者，只要你能借进贡之事刁难住温宁，这100万银两就是你的了。大禅外使阿把士见过大言陛下。免礼。陛下，这个恶魔铁盒乃我王偶得其物，大事国内无人能打开。听闻温将军才华无双，特带来请温将军一试。吾王有言，无论是谁，若能打开此盒，大师国愿赠一座边城。打开盒子，送一座城池。温将军若能打开，便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为大言拓得一座边城，立下奇功。恶魔铁盒机关繁复，浑然一体，温宁再聪慧，也绝对打不开。温宁开盒失败，我便牵头上书，诉其虚名误国，白白错失唾手可得的疆土。届时满朝文武和陛下都会对其失望，甚至怒斥惩戒。内里机关搅合有序，所幸位置应当在。这铁
铁盒里装的竟然是天外星铁！这有什么？天外星铁用来打造武器，削铁如泥，所向披靡。温将军，此盒乃我大食国所有，天卫星铁也属于我大食国。区一块铁，本将还不放在眼里，倒是外使承诺的，打开恶魔铁盒，赠送一座边城，可作数。莫非你们大师国想学北狄，出尔反尔？北狄言而无信，直接被大燕踏平了，外使自然不敢。外使回去便禀告吴王，华割一座边城给大燕。温将军当真聪慧无双，连大师奇诡机关都一眼看破，不费一兵一卒便为大燕拓土扩疆，实乃我大燕之福。这般玲珑心智，绝世才情，无人能及呀！本想让温宁灾折受罚，没想到反而让他又立下拓疆大功。不过这般旷世功劳纯属运气，他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外使且慢，外使，本将还想找大奢国要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温将军，能让您所要的东西，定是稀世珍宝，小使只怕未必能够奉上。我要番薯。番薯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据闻番薯在大僧国只有极其贫困的贱民才吃，是低贱之物。是啊，尊贵的温将军，您讨要三薯作甚？用处无可奉告，使者只说能否给我。这自然可以，您要多少？先要10万斤。这也太多了，运过来得费不少事儿。我出3倍市价。此事包在我身上，我立刻加急传信，尽快将番薯送达。温将军，这些便是10万斤番薯，特意为您挑选了最有品相的，个个饱满完好。飞羽，你安排人把这些番薯全部种下。是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天塌了？陛下，北省蝗灾，万顷良田被毁，全境颗粒无收。还请陛下立即派人调拨粮食，赈济北省百姓。陛下，国库粮食已尽数用于江南赈灾，无粮可赈济北省。温宁，数十万百姓的生死存亡，你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吧？心系万民，权衡大局，秦风越来越有帝王模样。上辈子那个任性执拗的秦风，历经世事淬炼，已然褪去青涩浮躁，越发沉稳成熟。你想要我手里的番薯？你自己没种？我种了，但我当时只想尝试一下，种的不多，完全不够几十万百姓度过荒灾。行，番薯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付钱。钱没问题，不过北省赈灾和灾后重建得你亲自去处理，其他人我不放心。行。陛下，北省的百姓，别嚎了，此时温将军已有万全之策。国库无粮，温将军有何办法赈灾？莫不是借赈灾之名，刻意揽权博取朝野声望？沈重山，你少在朕面前含沙射影！温宁揽权造势，有造反之心，朕看想造反的是你才对。陛下，臣没有，臣并非挑拨离间，只是疑虑而已。几十万人吃的粮食，朝廷都没有，温宁怎么可能有？国库无粮，是你辅政无能。你，我有粮，是我本事过人，胜过你尸位3餐。牙尖嘴利，有本事
你把粮食拿出来！这数十万百姓的粮食，温宁绝对不可能拿得出来。温宁竟真藏有这般巨量粮食，真香！沈宰相，服不服？温将军能力卓绝，远超常人，吾甘拜下风。沈宰相客气。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百倍报之。沈重山身为当朝宰父，屈身对我后辈服务，能屈能伸，城府谨慎。此人远比表面看起来危险，需谨慎提防。哈哈哈哈！有了这些番薯，北省百姓就能度过这次饥荒了。太好了！老夫代北省百姓叩谢。傅大人，请起。我们速将这些番薯全部送往北省。这些番薯散到民间后，大盐将再无饥款。温宁，朕有一个新的想法。陛下有何想法？教育兴国，朕欲让天下百姓都读上书。痴心妄想！沈宰相，此事交给你办。陛下，莫拿微臣开玩笑，让天下百姓都读书，此事亘古未有，微臣不敢领命。什么不敢？朕看你是做不到。莫说臣，普天之下有谁能做到？温宁能。又把我推出去。人人读书并非难事。温将军休要大言不惭，千古以来从未有万民读书之例，你又凭什么办成？凭我是温宁。温将军只怕不知，读书需用纸，纸张素来造制艰难，价格昂贵，普通百姓连纸都用不起，谈何读书？朕建了一座皇家造纸厂，带他们去开开眼界。哦，这纸面洁白细腻，轻薄坚韧，本宰相用过的最好的徽州贡纸，相较其物还要逊色上100倍。以老夫之见，这些人片刻便造出了10几张纸，这造纸速度千万为有。此造纸厂一日能造1500斤上等白纸，多建10几座造纸厂，便足以供应天下百姓读书所需纸张。温将军造纸利民，功不可没，但兴学重教，核心在书。沈宰相不会想说百姓买不起书吧？是，陛下。天下典籍亏缺，手抄费时费力，一册经书造价数十两白银。寻常百姓一家1年收入不过区几两银子，大多百姓确实买不起。即便纸张不缺，万民依旧无书可读。百姓无书可读，是朝堂之弊，官吏之责。你身居宰父之位，不思破局利民，反倒以此固步自封，难道很值得称道吗？可恶！温宁这臭丫头是说我无能，我不能。难道你能让天下百姓人人得书？我能。不可能！你若能，本相立马辞官，让你做宰相。跟我来。沈宰相，在这里一日能印刷出3000多本书。这书字字清晰，页页工整，远超人工抄写，精妙，太精妙了！这里印刷的书籍成本极低，3文钱一本。沈宰相，有这印刷之术，你认为百姓可否人人得书？可……沈宰相可还记得你刚才说的？若我能让天下百姓人人得书，你便把宰相之位让给我。宰相之位乃朝廷官位，陛下亲授，并非私相赌约之物，
岂能轻言退让？此事还需陛下圣裁。你既知相位乃是公器，还敢以相位作赌，可知此乃重罪。微臣知罪，求皇上开恩。既然知罪，那就罢免你宰相之位。不过嘛，不过沈宰相，念在你为官做宰20年，勤恳有功的份上，私赌相位重罪，朕从轻发落，撤你相位，贬为礼部尚书，继续为朝廷效力。微臣多谢陛下开恩。陛下小惩大戒，只因朝廷缺不了我，待我在礼部立功，很快就能复职宰相。宰相之位就由温宁担任。大言全体百姓进学之事，由温宁主理，沈尚书辅佐落实。陛下，您让老臣辅佐他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温宁区区小辈，我本要杀他，如今却要屈居他之下办事，绝无此理。老臣，沈尚书，你若办不好此事，别怪朕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臣必当竭力辅佐温大人。老夫历经两朝，为官做宰20年，何时受过如此羞辱？此仇，我要温宁拿命来偿。爹，你打算怎么杀温宁？李兄亲戚，你私议北狄余孽之事，温宁已报与陛下。你若想保全宗族，当即刻起兵反严。我身居朝堂，为你策应，里外联手，共取大业。你去越省李家，亲手把这封信送到李松手里。多谢沈兄提醒。李叔，这是大言各城布防图。哈哈，有了这图，何愁大业不成？我爹还说，大言几十万军队都在北狄镇压反叛者，皇城只余3万士兵。哈哈哈哈哈！天赐良机！哈哈，我这就整顿兵力，杀上皇城。朝中奸佞当道，温宁祸乱朝堂。今日李家清君侧，诛杀奸将，速朝朝纲。尔等谋逆造反，还要栽赃本将，贼喊捉贼，实在可笑。随你怎么说，今日皇城只有3万士兵，绝非我5万精锐的对手。谁说皇城只有3万兵？哈哈哈，李将军，看着3面合围的大言铁骑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李将军，你大势已去，卸甲投降，可饶你不死。陛下，我欺骗怂恿李松谋反的事，只有我们和若雪3人知道。李松一死，谋逆大罪便查不到我沈家头上了。一剑毙命，沈尚书的剑术倒是了得。君子6艺，自有练习。尚可，尚可。李松这家伙狼子野心，胆敢兴兵谋逆，罪无可赦，还请陛下严惩。李家诛9族，麾下将士不知情者免死。臣遵旨。沈宰相，朕记得你沈家是不是也有几万私兵？陛下明察，臣沈家驻守江北府，依朝廷规制组建有3万府兵，登记在册，首府互相，听朝廷调遣。沈冲山那老东西手里绝不止3万府兵，不，他手里哪怕只有1个府兵，
我也不放心，一个都不能给他留。你温宁定有办法彻底收掉沈家的府兵，对不对？大研32州府，各州世家皆握有府兵。你单一收掉沈家的府兵，治标不治本，无法根除世家拥兵作乱的隐患。你要把大研的府兵制改为募兵制。改制募兵，士兵由朝廷遴选供养，直属皇权，可彻底根除世家叛乱的根基。绝！但这事不能你打头，否则所有世家都会把你当成眼中钉。背锅侠可不好找，权势、威望、能力，缺一不可。见过陛下。卿，即日起，你官复宰相之位。多谢陛下，臣必当肝脑涂地，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倒不必，你配合温宁完成兵权改制即可。陛下，府兵制乃太祖定下的立国之本，万万不可改呀！什么立国之本？朕看你是想继续把持兵权，他日是好效仿李松。臣没有，臣忠心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忠心，你就把兵权交给朕，并协助温宁将兵权全部收归朝廷，朕便信你忠心。看来此事不得不做了。陛下，兵权改制只怕不行，非臣不忠，乃是。陛下，兵权收回于朝廷是好事，然改募兵制需朝廷全额承担军饷、粮草、军械。如今国存银仅300万两，不足以支撑改制。是啊，陛下，强行改制只会适得其反啊！天助我也，国库空虚，改制根本无从谈起。我的兵权保住，也不用去得罪那些世家了。从这些账目看，国库70%银钱都花在了皇室修宫建殿和盐宴上。从今日起，所有宫殿修建全部停止，盐宴取消，拨出去的钱都收回国库，用于兵制改革。沈宰相，这下银钱足够了吗？够。爹，推行兵制改革，兵权没了，得罪所有世家，在沈家完了。必须组织改革。皇上一意孤行，除了太后，谁能阻？太后，她一定能阻止此事，并且一定会阻止。太后娘娘驾到，皇贵太妃、8公主、9公主、2王爷觐见。参见太后。参见陛下。都免礼。皇帝，你把拨给皇室的银钱全部收回国库，是要让皇室上下都喝西北风吗？母后，朕只收回修建宫殿和盐宴的开支。皇室正常奋力照旧。何况朕收回国库的钱，都将用于兵制改革，强军护国。胡闹！哀家不同意。陛下最重视孝道，太后亲自下场阻止，他必定会让步。母后，朕不仅要改兵制，还要改国库制度。陛下是打算放宽国库规制，增补皇室用度了？往后皇室所有用度，一概由宗府拨付，
不得再从国库支取分文。陛下是在戏弄哀家吗？母后若觉得儿戏，那这日便让宰相把国库所有开支全部张榜告知于民。什么？朕让户部列个国库银钱收支名单，日日在皇城门口宣读国库银去向，让全国百姓来监督朝廷用银。母后以为如何？从古至今，从未有过把国库账目公诸于众的先例。以前没有，那就从朕这里开始。你疯了！太后，太后！沈宰相，国库改制之事由你主理，直接汇报给朕。臣遵旨。好你个沈重山，你撺掇哀家去金銮殿出丑，一转眼自己倒是掌了国库大权，真是好算计。太后息怒，哀家不息。今日你若不把修建长生殿的银钱拿出来，哀家绝不轻饶你。太后恕罪，陛下如今日日紧盯国库账目，臣实在不敢私批银两。不过臣倒有一计，能为太后谋得银钱。太后娘娘，臣名下有几座盐湖，只需太后许臣操作盐务，沈家牵头抬高官盐市价，半数利银送入慈宁宫，远超原先库银份额。好，哀家许了。粗盐20两一斤，细盐30两一斤，买不起的别杵在这儿。半个月前粗盐还是20文一斤，短短半月涨了1000倍，20两一斤，这是要逼死人啊！盐乃万民刚需，国之命脉，盐价4亿疯涨1000倍，不止掏空百姓家底，更是在动摇大盐根基。这事是沈重山搞的鬼。沈重山，陛下，国库改制事宜，臣已尽数办妥。这是本月国库账目，收支清晰，分文无弊。国库改制大功告成，陛下定会嘉奖于我。沈宰相，你表面账目倒是做得分文不差，可背地里却用盐价盘剥百姓，罪不可赦。陛下明察，微臣绝无用盐价盘剥百姓之行。臣有沈宰相私设盐盐，联合盐商哄抬盐价，借机敛财的证据，请陛下圣裁。沈重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文宁，怎么，本将的证据不对？陛下，盐价随时变动，沈家行商合规合法，断无盘剥之罪。然盐价暴涨，确实有损民生。臣愿立刻牵头调低盐价，求陛下息怒。不必了。这是不打算追究了。你为一己私欲，哄抬盐价，残害百姓，失职渎职，即刻罢免其宰相官职。完了，无妨，盐湖生意还在，只要赚够钱，太后会想办法让我官复原职。即日起，大盐境内所有盐矿、盐湖全部收归朝廷专营，私人若敢开采售卖，一律按谋逆罪论处，抄家灭族，绝不姑息。文宁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
来的正好，帮爹办件事儿。何事？再有1个月，温宁和陛下就要大婚了。若这时候温宁名声扫地，那陛下定然不会娶她。爹，我怎么做？你派人去趟西南坊。各位乡亲，我刚得到一个消息，温宁温将军承诺会安顿天下所有流民，让大家3餐温饱，4季有衣，人人都能安家落户。怎么可能？大伙若不信，随我去温府一问便知。不是大错。走。温宁若对这些流民置之不理，便会寒了民心，名声败坏。他若是敢收留，我们就再调集数千流民过去，活活拖垮温府。爹，我建了5座纺织厂，这是其中之一。现在厂房落成，设备齐全，就差人手了。闺女，你找我要银票有，找我要做工的人可没有，族里也没有。族里的男人都要入伍，女人都要管家，实在抽不出多余人手来你这儿做工啊。老爷，大小姐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温管家，出什么事了？老爷，大小姐，府门口来了几百流民。当真？当然真的。太好了！闺女，你运气真好，几百流民来府里闹事。老爷和大小姐看起来还挺高兴。是啊，正愁招不到工人，没想到自己上门几百人。我们要见温将军！见温将军！陛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沈崇山派人教唆流民来你府里闹事，我担心你安全。温将军，你承诺安顿我们流民，赐我们衣食住所，如今却派兵阻拦，是打算食言吗？文宁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人伤到你。你碍着事儿了。我从未说过给流民衣食住所的话。看来温将军是不打算管我们这些流民了。我就知道温宁不会接纳这些流民。接下来只要稍加引导，就会让百姓以为温宁是个虚伪冷血的人。那他在百姓中的口碑就彻底败坏了。沈崇山，既然你把人送来了，我就笑纳了。本将虽未说过要给流民衣食住所的话，但你们既来了，本将便不会置之不理。将军是要施我们一口饭吗？不是。本将军开了几座纺织工厂，诸位乡亲若愿意，可来工厂做工，管1日3餐，4季衣裳，有宿舍住所，每月工钱500文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！愿意的来管家这里登记。放心，只要1人做工，全家都可以入住工厂宿舍。大家不要急，工厂要招3000工人，你们才几百人，只要年龄符合、身体健康，人人都可进工厂。我干了啥？文宁，沈老先生，喊我有何事？沈老先生，
可认识此人？不认识。此人煽动流民，蓄意构陷朝廷将领，罪不容赦。既然沈老先生不认识，我将此人就地正法，你没意见吧？没。爹，我怕。小女受惊，陛下和温将军若无其他事，老夫先带小女走了。慢走，不送。爹，温宁欺人太甚。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，当务之急，重金供奉太后，稳住慈宁宫这张牌。爹，咱家盐湖没了，你官位也没了，哪还能一年弄几百万白银送太后啊？用它。他有什么用？若雪，咱们有2座铁矿，1座金矿，凭借这枚令牌可以出入矿场，收取铁石和金石。铁矿、金矿，没错。所以1年供奉太后几百两银子，根本不在话下。没想到咱家这么有钱。这些矿石原本为造反准备的，现在却用于维系关系。罢了，他日我登上皇位，再连本带利拿回来。陛下，温将军，属下探听到沈崇山有2座铁矿，1座金矿，是为造反准备的。老家伙，我就知道他有谋逆之心。但是这老家伙在朝经营20年，积累深厚，党羽众多，贸然处置必生祸乱。必须先破其底牌，再减其有密，而后再动手。温宁，你足智多谋，对此可有良策？铁矿和金矿是他的底牌，先收回矿场。不止他，其他人的铁矿和金矿等重金属矿场，不如也都趁机收归朝廷。谋而后动，兼顾全局。秦风的眼界与谋略已成为合格的帝王。好，那我先安排几批人，查探收集世家所有矿场的情况。我们是官兵，你们这里怎么了？官爷，矿洞里面塌了。快救人！老爷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！西山铁矿地龙翻身，矿洞塌了，矿工死了一半。立即派人去西山矿场，不惜代价重新开山凿矿。沈老先生还真是不把人命当人命。区区贱民之命，何足挂齿？倒是温将军不在府衙处理公务，擅闯我沈府，所谓何事？我知道了，定是陛下有意重新启用我父亲，特让温将军来相请。请老夫重归朝堂，只需一道圣旨便可，何须劳将军亲至？沈崇山接旨。微臣陈老奴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查沈崇山私采铁矿2座，金矿1座，其矿场监管废置，屡发矿难，致死矿工10余人，草菅人命，触犯国法，私依矿律，将沈家所有金铁矿场尽数收归朝廷官营，着即拿下沈崇山和沈若雪，打入天牢。待三司彻查矿难实情后，依法定罪，钦此。走。爹，现在怎么办？女儿别慌，老夫深耕朝堂数10载，门生故事遍布朝野，多的是人为老夫说话。不出1日，咱必出牢狱。
出了牢狱，我立即调动审视部族，潜入京城，攻占皇宫。陛下，自古刑不上大夫，沈老乃两朝宰辅，功勋在身，纵有监管疏失，罪不至下狱。恳请陛下开恩，释放沈氏妇女。这般看法的，只有裴爱卿一人。朝中还有谁与裴爱卿想法一致？还请陛下念在数十载躬身朝堂、操劳国事的份上，格外开恩，免去牢狱之罚。恳请陛下开恩，释放沈氏妇女。沈重山的心腹党羽真不少，这一下秦风可以一网打尽了。沈重山罔助国法，私开官矿，且监管松弛，多番酿成矿难，害10余百姓惨死，罪责确凿，绝无轻饶之理。天要变了。陛下，裴爱卿你们这般急切为沈重山求情，想来也与私矿矿难之事脱不了干系。彻查，把他们全部关入大理寺。算时辰，裴青等人求情应已成，传旨放我们的人该来了。天亮是如神，我们重获自由了。裴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替您求情的官人全都被陛下关进大牢了。他这是要彻底掀翻我沈家根基，对我们赶尽杀绝。爹，这可怎么办？只剩一个办法了。若璇，这是你母族的信物，你生母是西域姑墨国公主，当今姑墨王是你的亲舅舅。按时日推算，姑墨国的进贡使者应当已抵达皇城，为父会设法让他们救你出狱，到时你便随使者返回姑墨。爹，我走了，那你呢？为父沏茶一起，在劫难逃。你回姑岳后，先收拢为父的势力，再伺机杀了秦风和温宁，替为父报仇。女儿，谨记。沈重山这老家伙势力范围还挺广，连西域都留有后手。温宁，你说姑墨国使者会救他吗？宣姑墨国、沙池国、皮山国3国使者觐见。拜见大颜陛下。免礼。陛下，此乃我姑墨国进献的岁贡，今年贡品较之往年翻倍递增，愿大颜永世昌生。也恳请陛下看在姑墨诚心纳贡的份上，应允我等一个不情之求。家言使者有何要求？姑墨国6公主穆红若雪见过陛下。沈若雪，陛下，我王有心将6公主献与您为妃，结两邦100年之好。我才不要灰溜溜去孤昭国当个土公主，我要进大颜后宫博圣宠，杀温宁，报杀父之仇。以我之美貌，陛下见了必会留下我。罪女沈若雪冒充姑墨国公主，欺君罔上，乱臣家言，贯通逆贼，扰乱朝堂。来人，拿下！推到午门斩首。好了，隐患解决了。陛下，我是沙池国使者，与那姑墨国素不相识，还望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我是皮山国使者，只为进贡而来，请陛下明辨。2位外使勿要惊慌，既是进贡，便说一说你们进贡的东西吧。当今大颜陛下和以往的大颜皇帝不太一样了，怎么还能像往年一样蒙混过关吗？大颜陛下，这是我沙池国今年进贡的珍贵皮草、草药、玉石，各1箱。大颜陛下，这是我皮山国今年进贡的奇珍皮草、草药、玉石，世上罕见，绝无仅有，价值连城。其实这些都是寻常东西。献于陛下，望大颜国运昌宏，陛下圣体安康，千秋永盛。但只要夸大其价值，哄得大颜皇帝龙颜大悦，必有100倍回赏。藩邦以猎物充公，
往代大炎皇帝重虚名后赏赐，一个个都当冤大头，我可不要。温宁户部尚书，你们来瞧瞧这贡品，真如使者所言的百般贵重。这些皮草毛质粗糙，厚薄不均，皆是最普通的牧区杂皮，并非名贵兽皮。陛下，这些玉石杂斑密布，通透度极低，乃低劣山料打磨，不值一文。至于这药草，倒是真草药，但品类平常，年份极浅，算不得珍稀药材。杀楚国使者、皮山国使者，你们拿剑物冒充奇珍，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陛下，我们知错了，求陛下饶命！这箱中贡品掐额，我等愿用随身携带牛羊、商队资产来抵。求陛下看在两国世代邦交友好的份上，开恩呐！陛下脸色缓和，定是怕伤了邦交和气，不打算跟我们计较了。你们还敢替邦交友好？世世代代年年岁贡都以次充好，骗取大燕百倍之财。来人，把他们押到午门斩首示众。陛下，两国邦交不斩来使，杀了他们，沙岩国和皮山国该如何交代？穆太傅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老天保佑，还好陛下顾及邦交，小命算是保住了。把他们的人头送给沙石国和皮山国国王，让两位国王好好给朕一个交代。若不能让朕满意，朕便让温将军踏平沙石国和皮山国。陛下，臣请命，亲自送两位使者的人头去西域两国。距离咱们大婚之日只剩10天，你此刻请命去西域，是故意错开婚期，就不用跟我成婚了。秦风，我早与你说过，解除婚约，此生不再相守。我当你同意我去西域抵债了。如你所说，我不在京城，亲成不了。婚期一过，你便顺势宣布解除婚约，以后各自安好。温宁，没了你，我坐云这万里江山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我估摸国小民寡哪有钱纳贡？要战便战，不催贡，绝无可能。发怒了吗？这是小国府的历年岁贡，10倍奉上，还望将军高抬贵手，息了雷霆之怒。小王今后定准时纳贡，绝不敢插漏分文。带走。将军，如今姑墨国、沙产国、皮山国3逼岁均已经弃，咱们何时班师回朝？明日便回。今日是我与秦风的大婚之日，过了今夜，婚约作废，过往纠葛尽数了结。弟媳，不是敌人，是陛下。温宁，我还是要与你结为夫妻，岁岁相伴。这次我不会再放手。好。吉时到，陛下与皇后娘娘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